来吧，新玩具！今天我们来玩 AC 出品的这一款丧尸飞过山。盒子的外包装跟之前的原色版本是一模一样的。纸品方面，一份说明书，我大概的看了一下，这个说明书应该是当时日版那个翻印过来的，而且最后一格里边还有详细的贴纸指示说明。但是这回的包装里边并没有发现贴纸啊。配件内容依旧1/3的地台，还有一根地台上的支架。另外还会带2个暗黑能量晶体标写的这特效件儿，也丧尸化了以后插入胸口的这么一个东西。当时这个配件是在一套限定版里边带着的，这回 AC 也是给直接做了出来，而且是2个，一个是这种透明件的，硬一点的，一个是这种软胶的，但通透感就不是很足了。玩具的实物来看，直接用的日版模具，所以身上有了3个硕大的窟窿。其实我个人来说啊，对于 TFP 的玩具，我最讨厌的就是日版身上的这些所谓的插目标战士的窟窿以及贴纸了。而这一次呢，我想不通他为什么做这个丧尸飞过山要用日版的模具做，虽然说是纯透明的紫色吧，看起来通透感也还行啊。但是没有贴纸的话，这些窗户了、细节的地方点缀都没有做出来，感觉这个东西就像是一个原模一样的。其实日版当时有做细心的刻画，它为了插装嘛，所以这个地方有加厚，这里还专门制作了引擎以及后边的尾翼刻画。但说实话，我相信大部分 TFP 的玩家都挺烦身上钻的这些眼儿的，以及那个完全没有所谓的目标战士。飞过山出版的这个模具，它又不带武器，而且 AC 这回也没有带目标战士，那弄这些窟窿干啥呢？所以呢，唯一的接口也就只能插这个棍子了。你甚至可以把 TFP 的小人放在这个支架上边，再加上日版飞过山模具这种很废土朋克的感觉啊！疯狂 Max 啊！所以说真心话，我真的不太喜欢日版的模具啊，但这回做出来这个通透感还是可以的。紫色亮晶晶的，前方这里有一些银漆的点缀，包括排气管这里也是跟原色一样，它那个金属漆上的质感还是很强的。但这回的轮子会特别的紧，前轮还好啊，前轮转的挺溜的，后轮几乎转不动，这个轴打得太紧了。两边都是这样的感觉，根本就滑不了，所以这一款是几乎无法推车的。那么也是老玩具了，我们直接来变形吧，主要还是看一下这回的变形体验以及手感。车门这边拆开，不过这回说起来有一点挺好，这个透明的零件啊，感觉缩胶的部分不会像原色那么的严重，而且这回车顶密合的缝隙也挺小的。另外就是还做工的这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啊 ，AC 加的这个水口切的特别的草率，就是在这个位置，这里有2个非常大的水口，我这里还是自己用水口钳子剪了一下，不然这一块顶得特别严重。在原色的时候，膝盖这个双关节的折叠这里有一点松，当然阿帕奇版本在这里边做了个扣子啊。AC 版这回的解决问题呢，是它把最后的这个转轴做的特别的紧，这回倒是也不会腿来回的晃动了，只是在变形的时候有一些吃力。外边的这个转轴还好，里边的这个特别难转，很紧，不过转下来以后固定的效果还是不错的。好的，飞过山这样挂在支架上。然后掏出暗黑能量晶体的特效件，它是通过这2个挂钩左右挂在窗户边上的，像这样的效果，但是不太服帖呀。毕竟腰带这里有一个锁扣啊，会把胸有一个外扩炸开的姿势，而上方这里靠这2个钩子这样去挂在的话，就明显感觉脱离了身体。这个还压不下来啊，一压下来胸就压扁了。软胶款因为自重还有它的柔韧程度啊，服帖的效果会比那个硬的好一些，但是有点出戏，就像糊了一大坨史莱姆上去啊，看着挺恶心的。所以虽然不是太服帖啊，但还是挂这个的效果会好一点点吧。
整体来说呢，把玩下来的一个手感就是紧，好多的轴都做的特别的紧，再加上水口一些地方需要自己修理一下，修理完了密合程度还是可以的。头雕有更换那张断角烂了半边的丧尸脸。其他方面依旧是为了雾暗黑能量晶体手改成了可动4指的手，身上其他的非透明零件也是用这种褐红色来点缀，像是血液凝结以后干枯的感觉吧。总的来说吧，其实做的一般般，因为它模具没选对。我个人感觉日版的模具非常的讨厌啊，我不喜欢身上钻窟窿。再有就是，其实这个日版的模具本身应该加贴纸的。身上的细节贴出来，起码窗户这一块得贴出来黑色的效果，所以看起来太素了，身上细节缺失的非常多。如果说真的非要做日版的这款透明紫的飞过山也行啊，你把身上那些贴纸的部分换成涂装，再预涂一下，产品做出来可能的效果会更好一些吧。其实美日版对于丧尸飞过山的诠释和理解也不太一样。日版这边一般来说都会用很素的模具，尤其是烟幕这个角色，当时的日版策划简直就是匪夷所思。他用击倒的模具换了颗头雕做一烟幕出来，然后如果不贴贴纸的话，那就是一个纯白的素膜。所以可想而知，当时的日版的 TLP 到底有多恶心。日版出版的时候，各种涂装是相当精美的，吊打任何美版。都是那种金属漆的颗粒感，闪闪发光。后续的一系列的产品都开始钻窟窿贴贴纸，是让人非常反感的。不知道公司内部是不是有一些高层的决定啊？日美版要完全的区分出来，或者说日版为了加入一些其他的噱头吧。而且当时日版的玩具普遍比美版要贵好多啊，有的甚至贵出来1倍，再加上恶心的日版独占的打击，让我一生之痛啊。而 TFP 的产品线也真的是官方为数不多的美版比日版做的强的产品整条系列，所以我当时推荐大家收藏 TFP 官方版的时候，就只收藏美版就好了，因为日出版毕竟只有那么几个颜色嘛，搭配在其他的后续美版角色里边，颜色也配不上。翻回来说，飞过山的丧尸版的美版这边做的有一些也是非常漂亮的，身上的那些涂装刻画了，还有伤痕了，再加上烂头雕，以及当时 SDCC 还有一个非常有噱头的包装所以还是看看后续会不会推出美版配色的丧尸飞过山吧。这一款其实就当成一个所谓的透明键版本的这么一个另类的收藏吧，因为动画片里边的丧尸飞过山也不这样啊。再有，目前的 TFP KO 市场上也有2家在争着做啊，飞过山也是在撞车的名单之中。想要收藏的玩家们可以等一等，到时候左右权衡之下，看看2家的丧尸飞过山哪一个是你心里边满意的那个，到时候再下单也不迟。那么得嘞，这一期 AC 的丧尸飞过山就是这样了。